被公司开除后，我回老家开了间超市，没想到第2天就爆发了丧尸病毒。大花，咱分手吧。电话那头传来男友冰冷的声音。周浩，你说啥？我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我刚被裁员，寻思你是来安慰我的，你咋？你也知道你被裁员了？他打断我，语气里满是嫌弃。你家是农村的，我就不说啥了，现在连工作都没了，我咋跟你处？再说了，张总的女儿对我挺上心，跟她在一起，我以后在公司才能混得好。他的这些话像一把冰锥似的扎在我心上，我气得手都抖了。周浩，你可真行！当初我帮你改方案替你加班的时候，你咋不说我是农村来的？现在我没工作了，你就翻脸不认人？行，分就分，我李大花离了你，还能活不下去咋地？挂了电话，回想着种种过去，突然就觉得好委屈。我受够了，我不想再挤地铁，也不想再吃外卖，我要回东北农村老家。我直接来到高铁站，订了最近的一趟车次。等到了家里，天已经黑了。推开院门时，屋里的灯还亮着。我妈听见动静，赶紧从屋里迎出来，手里还拿着刚摘下来的围裙。大花，咋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我好给你炖排骨。我爸手里攥着手电筒也跟了出来，他照了照我的行李，开口：丫头，是不是在城里受委屈了？跟爸说，爸给你做主。看着爸妈关切的眼神，我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随后我把被公司裁员、被周浩分手的事儿一股脑讲给他们。我妈听完气得直拍大腿，这周浩也太不是东西了，咱大花哪儿差了？他就是瞎了眼。丫头别难受，城里待不下去咱就在家，有爹在，饿不着你。我妈给我递了杯热水。大花，家里那间老房子空得怪可惜的，咱开个小超市当老板，不比在城里受气强。喝着热水，我心里暖和了不少，也慢慢平静下来。当天晚上，我妈就拿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跟我一起列进货清单，从油盐酱醋到针头线脑，从饼干糖果到米面粮油，密密麻麻写了整整2页。咱村里老人多，得进点软和的糕点，还有那不要牙扣的桃酥，小孩也多，辣条、泡泡糖、干脆面这些可不能少，不然孩子们不乐意来。还有你张大爷，天天得喝2盅散酒，瓶装酒都得备着。对了，下酒的花生、蚕豆也得进。我妈一边念叨一边写，生怕漏了啥，那认真劲儿比我当年高考复习还上心。第2天天刚蒙蒙亮，我妈就来叫我：快起来，赶集得赶早，去晚了好货都让人挑走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出院子，我爸已经在3蹦子上等着了。大花，上车，咱早点去，还能跟摊主砍砍价。我爸笑着眼里满是期待。3蹦子行驶在乡间小路，风里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清香，路边的玉米杆已经黄了，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垂着，像一个个胖娃娃。我妈跟我唠嗑，前儿个你王大娘还问呢，说你啥时候回来，想跟你唠唠城里的新鲜事儿。还有村东头的张大夫，听说你要开超市，还说以后他那药箱里缺了啥，就来你这儿拿。听着我妈絮絮叨叨的话，我心里暖暖的，这才是家的感觉啊！刚进集市口，就听见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那场面简直热闹的不像话。白菜便宜了，1毛钱1斤，刚从地里拔的，新鲜着呢。刚出锅的粘豆包，热乎的，甜滋滋的，不好吃不要钱。大碴子粥5毛钱1碗，就着咸菜吃，香得很。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香味儿，勾得我肚子咕咕直叫。第一个摊位是卖大米和面粉的，摊主50来岁，看见我们过来赶紧招呼：大姐，丫头，买米还是买面啊？咱这米是5常大米，焖饭香得很，面是自家磨的全麦面，蒸馒头、擀面条都好吃。我妈抓了一把大米，碾了碾，这米是不错，颗粒饱满，咋卖啊？大米2块51斤，面粉2块钱1斤。你要是买的多，给你算便宜点，咋样？我妈眼睛一转，开始砍价。老板，你这价还是有点贵啊！去年我在别家买大米才2块1斤，面粉1块6，你再便宜点，我个要100斤。以后我超市进货都从你这儿拿。大叔犹豫了半天，挠了挠头。行吧行吧，看你是实在人，就按你说的价，以后你可得常来啊。买完大米面粉，我们又去买食用油。我妈说村里人选油都认纯豆油，别的油不爱吃。我们走到一个卖豆油的摊位前，摊主是个30多岁的大姐，推着一辆小推车。妹子，你这豆油是纯的吗？别掺了别的油啊！我妈一边问，一边拿起油桶盖闻了闻。大姐，你放心，咱这豆油是自家榨的，纯得很。你看这颜色，金黄透亮的，绝对没掺假。大姐说着，还倒了一点豆油在碗里让我们看。我妈尝了尝，点点头。是纯豆油，味儿正。咋卖呀？10块钱1斤，你要多少？我要50斤，你给便宜点，9块5一斤咋样？行，50斤，9块5一斤，算你475块。接下来就是最费劲儿的副食区了。我妈拉着我从东头走到西头，挨个摊位挑。买酱油醋的时候，我妈专挑那种玻璃瓶装的，
说塑料瓶装的不放心。摊主是个老爷爷，看见我们买的多，还送了我们2瓶小瓶的香油。丫头，你开超市是好事，以后村里买东西方便了。这香油你拿着，拌凉菜好吃。老爷爷眼里满是慈祥，买的差不多了。我拉着我妈来到了零食摊位，我妈本来只让我买几样常见的，可我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零食，实在忍不住。妈，你看这辣条，小时候我最爱吃了，进点呗。还有这泡泡糖，能吹大泡，孩子们肯定喜欢。我妈白了我一眼，你这孩子都多大了还吃这些？少进点，卖不出去都得你自己吃。我赶紧点头，挑了好几种辣条、泡泡糖、干脆面，还有各种口味的饼干、蛋糕，装了满满2大箱。路过卖日用品的摊位，我妈又停下来了，得进点洗衣粉、肥皂、洗洁精，还有牙膏、牙刷，这些都是必需品。摊主是个热情的阿姨，看见我们过来，赶紧拿出各种样品让我们看。大姐，你看这洗衣粉去污力强，还不贵。这肥皂香味正，洗出来的衣服香喷喷的。我妈拿起洗衣粉闻了闻，味儿还行。洗衣粉要20袋，肥皂要50块，洗洁精要10瓶，牙膏牙刷各要30套，你得算便宜点。阿姨笑着说，大姐，你买这么多，我给你打9折。又逛了一会，看见个卖散酒的摊子，老板是个老爷爷，摊位前摆着好几个大酒坛子。我妈走到跟前问，大爷，你这高粱酒咋卖呀？15块钱1斤，这酒是纯高粱酿的，度数高，喝着过瘾。老爷爷说着，还倒了一点让我爸尝。我爸尝了一口，点点头，是好酒，味儿正。我妈说，给我装50斤，用那种10斤装的塑料桶。老爷爷赶紧拿桶给我们装酒，边装还边说，丫头，你超市要是卖得好，下次我给你送上门。买完酒，我们又去买下酒菜，花生、蚕豆、瓜子是必不可少的，我妈都买了20斤，还有那种真空包装的酱牛肉、卤猪蹄也买了不少。我妈说村里有人来超市买酒，顺带就能买点下酒菜，方便。摊主见我们买的多，还送了我们几袋泡椒凤爪，说这凤爪自己做的，嘎嘎好吃。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3轮车已经装得满满当当，连坐的地方都没了。我妈还想再买点东西，我赶紧拉住她，说已经装不下了。我妈看了看3轮车，点点头，行吧，下次再来。回去的路上，我和我妈坐公交，让我爸自个儿骑车走了。车上，我妈跟我唠嗑，大花，等超市开起来，咱好好经营，肯定能行。我笑着说，有你和我爸，肯定能行。回到家，我们仨一起把货物卸下来，分门别类的放在院子里，忙活了一下午，总算把货物都整理好了。我妈看着满满一院子的货物，笑着说，明天再把货架摆好，贴好价格标签，后天就能开张了。我点点头，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不知道超市开张后会是什么样子。第2天起来摆货架，我妈负责把货物分类放在货架上，我负责贴价格标签。刚开始我总是贴得歪歪扭扭，我妈看了忍不住笑，你这丫头贴个标签都贴不好，跟你小时候写字似的。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紧调整姿势，慢慢贴得整齐了。下午的时候，我爸把招牌挂了起来，红底黄字，上面写着大花超市4个大字，看着特别醒目。我妈还在门口挂了2个红灯笼，说图个喜庆。村里的人听说我要开超市，都过来帮忙，有的帮着摆货架，有的帮着打扫卫生，热闹得很。大花丫头，明天开张，婶子来给你捧场。大花，明天我来买2袋洗衣粉。听着乡亲们的话，我心里暖暖的。第3天一早，天刚亮，我妈就起来忙活了。她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个震天，引来不少乡亲围观。大花超市开张了，开业头3天，满20减5，大家快来看看啊！我妈站在门口吆喝着，声音洪亮。大花丫头，这超市开得不错啊，以后买东西不用跑老远了。隔壁王大娘第一个走过来，手里还拎着个菜篮子，我赶紧递过去1颗水果糖。大娘，以后常来啊，开业头3天有优惠，满20减5。王大娘接过糖，笑着说，那肯定的，我先买袋洗衣粉，再买块肥皂。我赶紧给王大娘找货，还多送了她2包小袋的洗衣粉。正说着，村东头的张大爷也来了，他手里拿着个酒壶。大花丫头，听说你这儿有散酒，给我打2斤高粱酒。我赶紧接给张大爷打好酒，还送了他1小袋花生。张大爷，这花生您拿着下酒吃。张大爷接过酒壶和花生，笑得合不拢嘴。丫头，你这孩子真会来事，以后我买酒都来你这。那天忙到天黑，超市里的货卖出去不少，看着账本上的进账，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爸我妈也特别高兴，我妈还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庆祝超市开张。大花，你看开超市多好，又能守着家，又能赚钱。我妈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我点点头，心里觉得回村开超市真是个正确的决定，比在城里看周浩那副趋炎附势的嘴脸强太多了。谁知道第2天一早，天还没亮，
我就被一阵凄厉的尖叫声吵醒了。窗户玻璃嗡嗡震，外面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还夹杂着各种怪异的嘶吼声。推开房门一看，好家伙，天上的云黑压压的，跟墨汁似的。村口的路上，几个浑身是血、走路摇摇晃晃的人正追着王大娘跑。王大娘吓得魂都没了，手里的菜篮子掉在地上，哭着喊：“救命啊！救命啊！”我爸赶紧把我拉回屋里，关上门，声音都在抖。大花，这是咋回事啊？那些人咋跟电视里的丧尸似的？我也慌了。前2天看新闻还说城里有奇怪的病毒传播，没想到这么快就传到村里了。正说着，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是村西头的赵老三，他慌慌张张的，脸上还沾着血。大花，大花，快开门！我媳妇被那些怪物咬了，你这儿有药吗？我刚想开门，我妈拉住我：“大花，别开，万一她也被感染了咋办？”赵老三在门外哭着说：“我没被感染，我媳妇不让我靠近，让我赶紧来找你瑶瑶，求你了，大花丫头，救救我媳妇吧！”我心里一软，不管咋说，都是一个村的，不能见死不救。我拿起菜刀对我爸说：“爸，你拿着棍子在旁边守着，我开门看看。”打开门，赵老三果然没被感染，就是脸上的血是他媳妇的。我赶紧问：“赵叔，婶子现在咋样了？被咬哪儿了？”赵老三喘着粗气说：“被咬了胳膊，现在躺在家里，浑身发烫，还胡言乱语。”我刚想跟赵老三去看看，突然觉得脑子里叮的一声，像是有个小喇叭在响。检测到宿主所处环境进入丧尸末世状态，助人系统正式激活。我吓了一跳，左右看了看，没人啊。紧接着脑子里又响起了声音：“宿主你好，我是助人系统，只要你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就能获得积分。积分可在系统商城兑换装备、物资、异能等奖励，助你在末世生存。”我揉了揉太阳穴，试探着问：“你在哪儿呢？我咋看不见你？”我存在于宿主的意识中，只有宿主能感知到我。这时候赵老三又着急地说：“大花丫头，你快跟我去看看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心里一动，不管这系统是真是假，先救人才是要紧的。说着，我从超市里拿了点符、消炎药，还有一把水果刀，跟赵老三往他家跑。到了赵老三家，我一眼就看见赵老三媳妇躺在炕上，赵老三媳妇胳膊上有个血淋淋的伤口，脸色通红，嘴里还呵呵的怪叫。赵老三急得直跺脚：“大花丫头，你快想想办法！”叮，检测到村民赵老三媳妇被丧尸咬伤，生命垂危。宿主若能暂时控制病情，可获得50积分；若能治愈，可获得200积分。我深吸一口气，先控制病情再说。我赶紧用碘伏给赵老三媳妇的伤口消毒，又为她吃了消炎药，然后用布条把赵老三媳妇的胳膊绑起来，防止病毒扩散。折腾了半天，赵老三媳妇的叫声终于小了点，体温也降了点。赵老三擦了擦汗，感激地说：“大花丫头，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咋办。”我刚想说不用谢，脑子里就响起系统音：“恭喜宿主帮助赵老三控制其媳妇病情，获得50积分。系统商城已开启，宿主可随时查看。”我心里一喜，这系统是真的。回到超市，我赶紧查看商城，透明的屏幕上面分了好几个类别：装备类、物资类、异能类。装备类里有防丧尸咬合金手套、锋利砍刀、防弹衣；物资类里有压缩饼干、矿泉水、丧尸病毒抑制剂；异能类里有大力异能、速度异能、火焰异能。不过异能类需要的积分都很高，最低的大力异能也要1000积分。我想了想，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防身武器，于是花了30积分兑换了一把锋利砍刀。看着手里闪着寒光的砍刀，我不禁感叹，比我之前拿的水果刀厉害多了。接下来的几天，丧尸病毒在村里蔓延的越来越快，不少村民都被感染了，而我靠着助人系统帮助了不少村民，给被丧尸追的离神解围，获得了40积分；帮王大爷加固门窗，防止丧尸进来，获得了30积分；给没吃饭的张奶奶送压缩饼干，获得了20积分。积分越来越多，我也兑换了不少好东西，例如防丧尸咬合金手套、丧尸病毒抑制剂，还有临时速度异能，跑起来比自行车还快，能轻松躲开丧尸的追捕。这天，我正在超市整理物资，突然听见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大花，快开门，是我，周浩。”我愣了一下，周浩，他怎么来了？透过门缝一看，周浩浑身是泥，衣服也破了，脸上还有几道划痕，狼狈得很。大花，快开门，城里全是丧尸，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念在旧情的份上，让我进去吧。想起他当初跟我分手时那副嫌弃的嘴脸，我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周浩，你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吗？现在活不下去想起我了，晚了。周浩急了：“大花，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你分手，我不该嫌弃你，你让我进去，我以后肯定好好跟你过日子。”我冷笑一声：“你好好跟我过日子，你当初追求张总女儿的时候，咋不说好好跟我过日子？周浩，你别做梦了，我是不会让你进来的，你赶紧走，不然一会儿来了丧尸，
我可不管你。周浩还想再说什么，远处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他吓得脸都白了，赶紧往村外跑。跑了几步还回头喊：李大花，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我懒得理他，赶紧把门加固好。这时脑子里的系统音响起：恭喜宿主拒绝自私之人求助，坚守原则，获得30积分，当前积分280。我心里美滋滋的，拒绝这种渣男还能得积分，太值了。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谁能想到3天后的一个傍晚，村里的警报突然响起，我赶紧激活速度异能跑到村口，远远就看见一群丧尸往村里冲，而走在最前面的那只丧尸竟然穿着周浩当初逃跑时穿的那件蓝色夹克。那丧尸比普通丧尸高一头，皮肤青黑，脸上还留着当初逃跑时被树枝划的疤。最吓人的是他的眼睛通红通红的，直勾勾的盯着我，嘴里呵呵的叫着：是周浩。我心里一沉，这渣男活着的时候不是个东西，变成丧尸了还不忘来报复。周浩变成的丧尸速度特别快，普通丧尸还没跑到村口，他就已经冲到了围墙边，抬起爪子哐哐砸墙。那围墙是我用积分兑换的加固材料修的，竟然被他砸出了裂纹。大家别慌，先拿砍刀顶住。我一边喊一边激活火焰异能，对着周浩丧尸喷出一团大火。可没想到这丧尸竟然不怕火，火团烧在他身上，他只是晃了晃，接着砸墙，嘴里叫得更凶了。村民们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击倒，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哀嚎。大量丧尸跟随着周浩这个变异丧尸涌进村子里，我不断的切换异能对周浩进行攻击，可没有看到任何效果。周浩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无能为力，张着大口，嚣张地朝我扑来。检测到变异复仇丧尸，普通攻击无效，建议宿主兑换末世净化炮，可瞬间清除丧尸病毒，需1500积分。这段时间帮村民建防御、找物资，攒了2000多积分，刚好够用。下一秒，我手里多了一个半人高的炮筒，炮身银白，上面还闪着淡蓝色的光。我扛起炮筒，对准周浩丧尸按下了扳机，一道刺眼的白光从炮筒里射出去，正好击中周浩丧尸的胸口。他浑身一颤，动作瞬间停住了，皮肤慢慢从青黑变回正常颜色，接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变成了一堆灰。周围的普通丧尸被白光扫到，也纷纷倒在地上，没了动静。赢了，大花丫头太厉害了！村民们欢呼起来，王大娘还跑过来给我递了瓶水。丫头，快谢谢，吓死大娘了，还好有你在。我接过水喝了一口，看着地上的灰烬，心里总算松了口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帮助村民的次数越来越多，积分也越来越多。我兑换了冰霜异能，能将丧尸冰冻在原地无法动弹；兑换了黑甲防弹衣，能抵御丧尸的攻击；还兑换了丧尸探测器，能提前发现附近的丧尸。村民们也越来越信任我，都推举我当村里的带头人，跟着我一起对抗丧尸。这天，村里突然来了一大波丧尸，黑压压的一片，把村子围了起来。村民们都慌了，有的见情况不妙，甚至想放弃。我站在村口，激活火焰异能，喷出一大团火焰，烧倒了好几只丧尸。大家别慌，我们有武器，有异能，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肯定能打退丧尸。我把之前兑换的锋利砍刀、防丧尸咬合金手套、黑甲防弹衣分给村民们。我激活速度异能，快速跑到丧尸群里，用火焰异能烧丧尸。村民们拿着砍刀跟丧尸搏斗，有的村民用砍刀砍丧尸的头，还有的用石头砸丧尸的脸。许久，丧尸们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不少丧尸都被烧成了灰烬。就在我们以为要胜利的时候，地面突然传来剧烈震颤，接着一只体型巨大的丧尸突然撞碎墙壁冲了过来。这只丧尸比普通丧尸大2倍，皮肤是绿色的，嘴里还流着黑血，看起来特别吓人。每走一步，地上都会留下黏腻的黑色脚印和咚咚的闷响。他巨大的巴掌挥向人群，3个壮汉如同断线风筝般被拍飞，村民们四处逃散，惊叫声此起彼伏。当他猩红的树筒锁定我时，喉咙里发出类似金属摩擦的嘶吼。我几乎是条件反射的激活大力异能，肌肉瞬间暴起青筋，死死攥着砍刀。下一秒，刀锋裹挟着破空声劈向他的太阳穴，哐当一声，在接触的瞬间蹦出火星，砍刀被巨大的反震力弹开，震得我虎口发麻。这只丧尸的皮肤也太硬了，我的眼中透露出难以置信。检测到变异丧尸，建议宿主兑换破甲弹，可击穿变异丧尸的皮肤，需要500积分。兑换。话音刚落，手里瞬间多了一把沉甸甸金属质感的科技枪，弹夹旁还散落着3枚泛着幽蓝冷光的破甲弹，看起来十分神秘。我颤抖着手指，将子弹一颗颗压进弹仓。与此同时，变异丧尸腐烂的手指几乎要触到我喉结，我猛地后仰翻身，对准变异丧尸的头开了一枪。砰的一声，破甲弹正好击中变异丧尸的脑袋，黑血溅得到处都是。变异丧尸晃了晃，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在地上，
再也不动了。村民们都欢呼起来。大花，你就是咱屯子的活菩萨。大华，要不是你，咱们村都没了。恭喜宿主带领村民击退丧尸潮，击败变异丧尸，获得1000积分，解锁团队指挥技能，可临时提升友军20%战斗意志，群体 buff。持续30分钟，我赶紧打开商城，手指在虚拟商城界面飞速滑动，兑换了很多东西，有新型步枪、夜视仪、战术手雷，甚至还有迫击炮。吃的也兑换了不少，有压缩饼干、方便面、罐头、糖果、火腿肠、八宝粥。我将这些物资分发给村民们，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我也很开心。从那以后，我开始着手打造我们村的防御体系。我用积分兑换了城墙加固材料，把村子的围墙加固好，防止丧尸进来，兑换了自动防御系统，能自动检测并攻击靠近的丧尸，还兑换了粮食种子，教村民们在村里种庄稼，保证粮食供应。日子一天天过去，末世的情况虽然还没好转，但我们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我坐在超市门口，看着村民们在院子里晒粮食，孩子们在旁边玩耍，心里突然觉得很满足。不管末世还要持续多久，我李大花会一直带领着大家在这片黑土地上好好的活下去。